重庆一户人家阳台的多肉植物从3楼长到1楼，真壮观，妥妥的视觉盛宴。黛青多肉色渐变，脉络清晰有积淀，试问绿植梦几许，绝美姿态舞人间。提到多肉，大家的第一印象都像诗句里说的，停留在小家碧玉、呆萌可爱的印象上。但是总有一些养花大神，利用得天独厚的养护调节，配好高超的养护手段，将多肉养成另一种境界，妥妥的视觉盛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今天介绍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大家养的让人震惊的多肉，其中前2种是养成了多肉瀑布，第3种养成了多肉的巨无霸。视频开始前，花花提一个问题：你喜欢小巧可爱的多肉，请回复1；如果喜欢巨无霸或者如瀑布状的多肉，请回复0。多肉瀑布，玉坠。重庆一户人家阳台的多肉从3楼长到1楼，真壮观，妥妥的视觉盛宴。远远看去，这些多肉叶片犹如瀑布一般，一泻千里，非常壮观。有些花友会好奇，这种多肉叫什么？为何如此壮观？其实它就是大埔货玉坠，是典型的悬挂型多肉，找个花盆栽种起来之后，悬挂在窗台等位置，它的叶片自然就会因重力慢慢下垂，形成一个肉链子。多肉玉坠本身的颜值就很高，它是景天科佛甲草属，叶片常年都是翠绿式，个头饱满，呈椭圆形态，还是翡翠一般，因此也又有一个别名翡翠景天。它的枝条比较柔软，所以通常都是匍匐生长，随着重力会慢慢下垂。多肉玉坠的叶片会慢慢堆叠在一起，植株形态像松鼠尾巴，在阳光的充足日晒下，叶色更饱满清脆，甚至在开春的时候还会开出玫红色的铃铛花朵，观赏性很高。当然，要养成上这样壮观的效果是比较有难度的。在这家的另一侧也一样栽种了玉坠，虽然垂挂长度也超过2米，但是叶片没有密集，初见时没有那种壮观感，不过观赏性也还是很高。不得不承认，在开挂区养多肉难度就是低，而且操作空间大，能让原本普通的多肉有了更多可塑性。如果你也想养成这么壮观的话，就一起来学习一下玉坠的养护技巧。虽然玉坠的养护难度很低，也很容易抱崽，但是因为初期叶片比较小，而且比较密集，如果频繁碰撞，叶片容易大量脱落，因此在修剪或换盆的时候，尽量要轻拿轻放，同时得注意通风。多肉玉坠优点很多，但是缺点也明显，那就是容易黑腐、化水、感染蚜虫，而造成这一切的就是因为空气流通不顺畅，所以必须注意修剪，避免湿润。一旦看到发黄、干瘪、化水、感染的叶片，必须马上清理掉。如果在非开挂区养护多肉玉坠，要注意一个问题，多肉玉坠不耐湿热，也不耐寒，因此在夏季必须及时把它们搬到阴凉位置，适当控水，不暴晒不淋雨。而到了冬季，则要注意防冻，温度低于0°C时，也需要搬到室内。其实类似多肉玉坠这类悬挂类的多肉还有很多，例如珍珠吊兰，它和玉坠一样，叶片也是圆鼓鼓的，色彩清脆饱满，在春季一样可以开花，或者也可以选择紫旋月，半弧形的叶片还是一轮轮明月，还可以开出黄色的小花，颜值很高。淡雪瀑布，除了玉坠外，淡雪也可以养成瀑布的效果。一位80后宝妈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就喜欢养多肉，只是没时间，也只好作罢，直到结婚后在家备孕，才开始养多肉。如今小孩已经10岁了，他养的多肉名字叫淡雪，是他从小盆开始养起的。如今这盆多肉已经从3楼垂到1楼，也见证了他从一个初为人妻的小娇娘，到如今的风姿卓越。可以说是淡雪多肉和他一起成长，而且一起变美，这简直就是多肉淡雪的巅峰时刻。原本青绿色的叶片，如今已经变成蓝色，而且每一个小崽的叶片都非常饱满进场，色泽明亮，叶肉饱满，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一起，聚拢成连座形态，远远看过去就像一朵朵绽放的莲花，如此美景，哪个人能不爱呢？把淡雪养成瀑布确实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，但是养成漂亮的老桩也是没有问题的。那究竟如何养呢？
要想把淡雪养成老桩，只要做好以下几点就可以。一、小苗用小盆，大苗用高盆。首先小苗的时候，使用的花盆不要太大，如果花盆太大，容易出现积水烂根的情况。另外，养淡雪多肉需要每年翻盆一次，翻盆的时间会在春季或者秋季。给淡雪翻盆，主要是因为生长1年之后，土壤中的营养越来越少，不利于淡雪的生长。另外，土壤使用时间久了，透水性、透气性都会不太好，容易导致多肉的盆土板结积水，这样很容易出现烂根，所以就需要每年翻盆一次。等淡雪多肉长出杆子以后，尤其是侧芽满盆的时候，就需要使用高一些的花盆来养，这样才能让淡雪长成漂亮的悬崖桩，让它垂下来。使用高一些的花盆，需要在花盆下面的1/2里填上泡沫或者是沙石，之后再铺上10公分左右的颗粒土。上盆的时候，使用泥炭土和颗粒土混合好的土壤来种植淡雪，让颗粒土和泥炭土的比例在6:4左右。2、控制水分，多些阳光。淡雪的肉质茎和叶片都肉肉的，比较耐干旱的，所以给淡雪浇水不需要太多。淡雪长出杆子以后，需要等土壤干燥一些后浇一次透水，不让花盆中出现太多积水，防止烂根。如果遇到下雨的时候，也就可以省去浇水。可夏季多雨的时候，室外养的淡雪还需要做好避雨措施。阳台养得多，肉也要注意一些，适当的控制一些浇水，能让淡雪的叶片更短更肥。其次，淡雪喜欢阳光，所以在春秋冬3个季节的时候，尽可能的养在阳光充足的地方，这样可以让淡雪颜色更鲜艳，叶片也更肥厚，漂亮的如同一朵朵花一样。夏季高温的时候，可在中午高温时适当遮阴，其他时间多一些光照，可以不让淡雪出现徒长的情况。要想淡雪多肉变成漂亮的老桩，还需要进行适当的控型，也就是给淡雪多肉摘叶。一般也就是等小苗长到5厘米左右，就把下面的叶子摘掉，留下上面的连心状。给淡雪摘叶，一来可以减少营养流失，二来可以形成老桩，三来可以通风更好，不至于出现黑腐烂根。在淡雪生长期的1年3季里，都是可以进行摘叶的。摘下来的叶子还可以扔在其他的小盆子里，然后又会变成一盆盆漂亮的淡雪，养在阳台上，能够垂到楼下。其次，淡雪还是很害怕寒冷的，0度左右就需要搬到室内养，否则容易上冻化水。最后，建议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到开挂区看看，栽种的多肉如鱼得水，生长状态真的很美。之前还看到一户人家在大缸里养多肉晚霞，仅仅用了1年的时间，就把它养成巨无霸，个头比一个小朋友还要高还要大，也是非常壮观。花花虽然自诩第2名，但还是承认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心里非常佩服。结语：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看着这些多肉盛景，有没有唤醒你的养肉热情呢？一起加入养多肉的队列吧，花花等着你哦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